你诚实的感觉自己是你自己生活的真正主角，还是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被动的观众，坐在黑暗的观众席上，看着你的时间从指缝中流走，而屏幕却在闪烁。在21世纪，最血腥的战斗不是为了领土或自然资源而战，而是为了控制你的思想和捕获你的注意力。也许你现在就有这种感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你的存在变成了无限滚动的动态，在那里你永远在对紧急通知、你没有要求的意见和你无关的危机做出反应。这种不断的碎片化阻止了你构建任何坚固的东西，让你在数字噪音的海洋中漂流，像一个被编程的自动机器一样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忘记了书写你故事的笔，按理说应该紧紧牢牢地握在你的手指中。我完全知道醒来时，甚至在脚落地之前就感到世界的重量是怎样的，胸口那种熟悉的压力迫使你像生存反射一样检查手机。你验证焦虑和精神疲惫的感觉，不是因为你软弱，而是因为你试图在一个旨在让你对廉价的多巴胺和慢性不满上瘾的环境中操作一个古老的大脑。你在自动驾驶仪上度过日子，忙碌，但从未富有成效，在圈子里奔跑，而真实的生活发生在你无法触及的某个地方。这种内部混乱的感觉，像一片被环境的风吹动的干枯叶子，不是你的缺陷，这是一个失去了防御的头脑的症状。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种反应状态不是无期徒刑，而仅仅是缺乏经过火的考验的行为准则呢？今天，我们将一砖一瓦地拆除这座无形的监狱。我不会给你提供神奇药丸或几小时内就会蒸发的廉价动力，我将教给你7条不可改变的法则，7种心理工程实践，它们将把你对混乱的感知转变为不可动摇的秩序堡垒。我们要开始的是对你内部架构的彻底重建，旨在将你生活的中央指挥权交还到你的手中。为了证明你不只是在这里被动的消费内容，而是为了从现在开始真正的改变，我要你暂停一切1秒钟。在我们揭示第1条法则之前，订阅频道以密封这个学习契约，并在下方评论你究竟是在哪里观看这个视频。这个小小的地理行为是你走出隐形，并在当下标记你有意识的存在的第一步。让我们开始吧。我现在要向你介绍的不是穿着长袍的老人在布满灰尘的图书馆里讨论的一套抽象理论，而是针对现代混乱的终极操作系统。我们需要立即消除哲学是一种学术消遣的错觉。实际上，它是一种思维技术，一种生存工具，像手术刀一样实用，像氧气一样必要。斯多葛主义当剥去其学术刻板印象时，揭示了自己是人类创造的最复杂的宁静工程学。我们不是在谈论压抑你的情绪或变成一尊麻木的石像，而是关于安装一种能够处理痛苦、焦虑和恐惧的心理软件，将这些原始数据转化为清晰、行动和个人力量。这是作为以战略坚定性驾驭风暴的船长与作为在船舱里尖叫着而海浪拍打时的恐惧乘客之间的关键区别。你需要开始将生活的艺术不视为一种天生的天赋或基因运气，而是一种严格的技术技能，就像给复杂的计算机编程或在湍流中驾驶飞机一样。社会经常误认为是冷漠或疏远的，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自我控制，一种可训练的不做你大脑化学冲动奴隶的能力。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不是那个没有感觉的人，而是那个不向感觉下跪的人。通过采取这种姿态，我们实现了最强大的重新框架。痛苦不再是宇宙的不公正惩罚，而变成了你成长所需的燃料。障碍不再是阻挡道路的屏障，它们变成了道路本身，锻造你需要超越包围你的平庸的性格和韧性。为了理解处于危险之中的事物的量级，让我们看看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他是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他拥有已知的世界在他的脚下，可以获得任何可以想象的快乐。然而他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在无休止的战争中领导军队，在毁灭性的瘟疫期间统治，比我们在家中舒适的面对的任何危机都要致命和混乱得多。他不是通过改变本质上不可控的外部世界来寻找和平，而是通过他的日记建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内心的堡垒。如果那个背负着帝国重量的人需要这些工具才不至于屈服于疯狂，我们是谁竟相信我们可以在没有这同样的心理武库的情况下
驾驭21世纪的复杂性和干扰，他的智慧证明了和平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一颗不可驯服的头脑的存在。建立你内心堡垒的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法则，是控制二分法。这是所有现实在触及你的头脑之前必须通过的主要过滤器。这条规则看似简单，但应用起来极其困难。有些事情在我们的力量范围内，而另一些则不在。你的痛苦、你的焦虑和你彻夜难眠几乎完全源于一个单一的计算错误，那就是绝望且徒劳地试图控制不可控的事物。你试图让世界屈服于你的意志，为老板的意见，让你迟到的交通堵塞或全球经济的不稳定而苦恼，在甚至还没开始就已经输掉的战斗中浪费你的生命能量。这里的内部冲突是发自肺腑的，因为我们要从小就被制约去相信，只要我们足够担心，我们就能改变事件的结果。你的头脑处于一种原始的警惕状态，相信担心是一种行动形式，而放开不属于你的东西的缰绳是一种疏忽或软弱的行为。当你试图接受别人对你的看法就像外面的天气一样不可控时，你会感到身体上的阻力。这种自我想要成为宇宙主宰的固执是你疲惫的源头。你正试图用双手抓住海洋，而随之而来的挫折感是你为无视现实本质所付出的代价。想象一下一位奥林匹克射手在射击前的确切时刻，弓被拉紧，呼吸暂停，完全专注于他的技术。直到弦被松开的那一刻，发生的一切都属于他。脚的姿势、弓的张力、目光的焦点和动作的精准度，这是他的帝国，他在那里绝对统治。然而在箭离开弓的那一秒，他就不再属于他了。一阵突然的风，目标的意外移动或材料的故障都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射箭大师知道他的成功在于射击的质量，而不是箭落在哪里，在自己的努力卓越中找到满足感，而不成为命运可能给予或不给予的结果的人质。把这带到你混乱的日常生活中，把你手机上的每一个通知、社交媒体上的每一条评论和工作中的每一个意外都想象成已经离弦的箭。如果你把你的自尊建立在收到了多少点赞或项目是否受到表扬上，你就是把你幸福的钥匙交给了不关心你的陌生人。控制二分法要求你在你头脑的地面上划一条火线，一边是你的行动、你的反应、你的价值观，另一边是世界的声誉、财富、健康、他人的行动。通过内化这种划分，你停止在错误的一边进行情感投资，节省了不可估量的心理能量。这一法则的实际应用需要持续的警惕，主动监控每一个带有紧张或恐惧的念头。当你因为一条新闻或办公室里的谣言感到胃部不适时，立即问自己，这在我的绝对控制之下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把这个事件当作是一场冰雹风暴。你保护自己，关上窗户，但不要对着云彩尖叫，指望它们停下来。这种视角的转变不是被动，是最高形式的战略效率，允许你将100%的资源集中在真正能产生影响的地方，在你自己的影响范围内变得不可战胜。通过练习控制二分法，你开始体验到一种也许从童年起就没有感受过的轻盈，就好像你放下了一个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背着的装满石头的背包。外部验证失去了伤害你的力量，因为你明白那只是你堡垒墙外的噪音，无法决定你的内在价值。你变得危险的独立，一个不能被恐惧或奉承操纵的人，因为你的满足感仅仅源于你自己的行为和正直。这是受害者心态的终结和个人主权的开始。你不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结果，而是你如何回应的原因。因此，从今天起，你的黄金法则是对所有外部事物的战略冷漠和对所有内部事物的狂热奉献。当世界在你周围崩塌时，你将保持站立，不是因为你是麻木的，而是因为你的地基建立在坚实的土地上，环境的地震无法到达那里。控制二分法是保护你城堡的护城河，保持它深而宽，没有任何入侵者能掠夺你心灵的平静。这是建立所有其他法则的基础，是成为你自己现实的建筑师的第一步。支撑斯多葛头脑的第二条法则是沉默的艺术，或者是故意关闭21世纪无休止的噪音，以重新找到自己声音的能力。
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和听觉不和谐的时代，沉默被视为一种系统错误，一种可怕的空虚，需要立即被播客、音乐、视频或琐碎的谈话填补。你的注意力是现代世界最有价值的货币。硅谷有成千上万的软件工程师日夜工作，以从你这里偷走它，碎片化你的注意力，直到你无法再维持一个深刻的思考超过30秒。你在试图应用这一法则时，将面临的冲突是你自己大脑的化学戒断，它已经对新奇事物和持续刺激上瘾。当你试图保持沉默，没有手机，没有干扰时，首先出现的不是平静，而是焦虑、无聊和一种几乎痛苦的做点什么的紧迫感。这种不安是你失去了对自己头脑自主权的证明。你如果不通过外部娱乐来麻醉存在，就无法再居住在自己的身体里。沉默揭示了我们藏在忙碌地毯下的怪物，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像逃避死亡一样逃避它。把你的头脑想象成一个高级会议室，你生活中最重要的决定必须在那里做出，决定你的未来和幸福的航向。现在想象一下，在这个关键会议中间，成百上千的随机人员冲进来大喊大叫，同时推销产品、跳舞、打架和要求你的注意力。这正是你今天的生活方式，允许社交媒体的动态、突发新闻和群组消息入侵你意识的圣殿，阻止任何战略性或创造性的思考。沉默的艺术是将这些入侵者驱逐出去，锁上门，并确保只有本质留在讨论桌上的安保。练习沉默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山上隔离自己，而是在你混乱的一天中创造无噪音的岛屿，神圣的断开连接时刻。这意味着不开收音机开车，不戴耳机走路，或者只是在开始工作前做10分钟盯着一面白墙。在这些自愿感官剥夺的时刻，心理尘埃开始落定，你头脑中浑浊的水再次变得清澈。你开始听到你自己的直觉，那个被营销的尖叫声和他人的要求所淹没的平静而智慧的声音。通过恢复保持沉默的能力，你培养了一种磁性的存在感，这在当今世界是罕见且极具价值的。你周围的人感觉到你是真的在那里听着他们，而不仅仅是等着轮到你说话或想着下一个通知。战略性的沉默给了你观察多余反应的战术优势，在发表意见之前处理信息，使你的话语稀少但意义深重。当人群尖叫和骚动时，斯多葛主义者在沉默中观察、积累信息并保存能量，以便在正确的时刻以手术般的精准行动。这种做法也起到了灵魂排毒的作用，清除了在数小时暴露于他人编辑过的生活后积累的社会比较和极度的有毒残留物。在沉默中，你记起了在数字矩阵之外你是谁，你重新连接你的真实价值观，而不是算法决定你应该拥有的价值观。正是在外部噪音的真空中，内在力量得以生长，因为自给自足需要呼吸和扩展的空间。没有沉默就没有自我认知，而没有自我认知就没有自由，只有对环境刺激的盲目服从。通过理解沉默，是你可以在一个靠你的分心获利的世界中行使的最大权力展示来结束这一点。通过选择不点击、不观看和不立即回复，你正在宣布独立。你在说，我控制着进入我头脑的通道，成为选择性沉默的大师。你会看到你的焦虑暴跌，而你的心理清晰度达到你认为不可能的水平。噪音是现代的弱点，沉默是你现在必须恢复的古老力量。第3条法则，古人称之为语言不是 meditation， 即消极可视化的实践，也许是斯多葛武库中最反直觉和最强大的工具。当现代自助文化宣扬强迫性的积极思维，告诉你只想象成功和财富时，斯多葛主义建议相反，想象灾难、损失和困难。现代人的脆弱性正是来自他拒绝面对不幸的可能性，这让他毫无准备，当现实不可避免的打击时感到崩溃。采用这种做法时的内部冲突是迷信的恐惧，即通过思考坏事，你会把它们吸引到你的生活中。这是一种没有现实依据的幼稚信念。你的头脑想要生活在一个脆弱的乐观主义泡沫中，免受严酷真理的影响，即你所爱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并且可以在眨眼间从你身边被夺走。抵制这种练习是选择生活在否认中，建造一座玻璃房子并祈祷永远不要下冰雹。
消极可视化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病态，它是生活的飞行模拟器，允许你在它们在现实世界发生之前，安全地面对最坏的情况。想象你拥有一套坚不可摧的钢板盔甲，但决定只在晴天穿它，而在去打仗时把它留在家里，因为害怕刮花它。大多数人对待他们的情感韧性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期望生活是温和的，当危机到来时，解雇、分手、疾病，他们措手不及，赤裸而脆弱，完全崩溃。另一方面，斯多葛主义者每天早上醒来都穿上他的心理盔甲，想象今天车可能会坏，今天我可能会被背叛，今天我可能会失去我所获得的。当真正的问题发生时，他不会说为什么是我，他说我早就预料到你了，冲击被准备工作缓冲了。这种技术的矛盾之美在于，通过想象失去你所爱的东西，你学会了在拥有它们时猛烈地珍惜它们。暂时想象一下，这是你见到家人的最后一天，或者明天你将失去视力。在这个练习之后，睁开眼睛，你亲人的脸庞和世界的颜色将看起来像奇迹，而不是保证。消极可视化治愈了快乐适应症，这种病让我们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重新点燃对当下的深刻而充满活力的感激之情。你不再抱怨冷咖啡或缓慢的交通，因为你知道你可能根本没有咖啡或者没有腿走路。在战略层面上，这种做法消除了对未来的恐惧，因为恐惧以未知和对我们处理痛苦能力的不确定性为食。通过在心理上直视怪物的眼睛，并制定应急计划，如果我被解雇，我将做 X 和 Y。 你意识到最坏的情况在大多数时候是可以生存和可管理的。你拔掉了恐惧的毒牙，将一种模糊且令人瘫痪的焦虑转化为具有实际解决方案的后勤问题。你变得反脆弱，一个不仅忍受混乱，而且在踏入之前就已经绘制了地形图的人。这种心理免疫防止你基于对损失的恐惧做出决定，允许你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并勇敢的行动。害怕失去一切的人变成了他所拥有东西的奴隶，生活在持续和偏执的防御中。但是那个已经在头脑中失去了一切，并意识到他的美德和性格将保持完好的人，带着一无所惧的大胆走在这个世界上。你从唯物主义和地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份不存在于这些短暂的事物中。因此，将消极可视化不作为一种悲伤的习惯，而是作为一种强化和欣赏生活的仪式。定期问自己，如果这一切今天就结束了呢？并让答案充满一种至关重要的紧迫感，以最大的强度活在当下。通过与最坏的可能性和解，你获得了无条件的自由，去享受最好的可能性。斯多葛主义者从不被命运突袭，因为他已经在头脑中经历了所有的悲剧，并在所有悲剧生还。第4条法则是感知的纪律，这是防止你的头脑被外部事件黑客入侵的机制。这里的核心原则是艾比克泰德阐述的一个解放真理：困扰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事件本身，老板的批评、分收、经济损失是中立的，是现实的原始数据，没有形容词。是你的头脑在几分之一秒内贴上了一个好或坏、公平或不公平的标签，是这种判断，而不是事件，产生了你的痛苦。你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而受苦，而是因为你对自己讲述的关于发生了什么的故事而受苦。这里出现的内部冲突是你判断的自动速度，一种让你在思考之前做出反应的条件反射。你的进化思维是一台制造危险叙事的机器，他看到一封粗鲁的电子邮件，立即尖叫，不尊重或威胁，向你的血管中释放皮质醇。与这种自动解释做斗争，需要故意的暂停、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一个神圣间隔，在那里你质疑自己的反应。不相信你的大脑提供给你的第一印象极其困难，因为它带有发自肺腑的情绪，似乎验证了你的真理，但这种情感验证通常是一个生物学谎言。想象现实是一台电影放映机，而你的头脑是光线在到达你意识屏幕之前通过的镜头。如果你的镜头脏了、裂了或染上了红色的愤怒，即使是最美丽的图像也会被投射的扭曲和具有威胁性。大多数人带着染有受害者色彩的镜头走过生活，在只有粗心的地方看到冒犯，
在只有无知的地方看到恶意。感知的纪律是强迫性的清洁这个镜头的行为，刮去偏见和恐惧的结痂，以一种临床、原始和冷静的客观性看事物。为了让这变得切实，想一下森林火灾。对于森林里房子的主人来说，火是一场毁灭性的悲剧，一种绝对的恶。对于一颗红杉的种子，只有在极端高温下才会打开。同样的火是善，是出生的机会。事件火是相同的，感知根据观察者而发生根本变化。当你把这应用到你的生活中，你会意识到被解雇可能是一场灾难，或者是你最终创业所需的被迫机会。标签坏是你的选择，而不是事件的属性。通过掌握感知，你获得了实时重写你生活叙事的超能力，将戏剧转化为数据。面对障碍，与其说这太可怕了，你说这很有趣，或这是对我耐心的考验。你不再是遭受剧本折磨的被动角色，而是决定场景基调的编辑。这种内部语言的转变改变了你的大脑化学，减少了压力，并允许前额叶皮层逻辑的所在地在其他人失去理智时保持指挥。这种纪律也保护你免受他人的操纵，因为侮辱和挑衅只有在你同意攻击者的感知时才起作用。如果有人称你无能，这只有在你接受这个标签为有效时才会伤害你。如果你通过客观感知拒绝他，这只是他受挫的意见，不是关于我的事实，这个词就会掉在地上，无害。你变成了情感上的特氟龙，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能粘住，除非你提供你自己同意的胶水。第4条法则的实际结论是通过选择性解释实现的心理刀枪不入。你不能控制世界，但你对你赋予世界的意义拥有绝对独裁权。从现在开始，面对任何逆境，你的首要任务不是解决外面的问题，而是纠正里面的镜头。当你移除伤害的判断时，伤害本身就消失了。控制你的镜头，你会看到世界不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而是为你的训练设计的中立健身房。第5条法则是与有目的的行动，这是斯多葛主义对现代慢性忙碌疾病的解药。我们生活在一个将忙碌美化为地位象征的文化中，疲惫被当作荣誉勋章穿戴。然而，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运动不是进步，在原地转圈消耗的能量和跑马拉松一样多，但不会带你去任何地方。大多数人正在无关紧要的活动的狂热中浪费他们的生命，回复一切，参与一切，害怕错过什么，最终错过了唯一重要的事情——生活本身。这里的冲突是自我对说不的抵抗，以及认为高效意味着在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多事情的错觉。你的头脑被训练成当不做某事时感到内疚，导致你用肤浅的任务填补每1分钟的空闲。仅仅为了平息这种焦虑，放弃多任务处理和过度承诺需要勇气去让别人失望，并面对变得无关紧要的恐惧。这是一场对抗社会惯性的战斗，它把我们推向杂工的平庸，要求你成为一个无情的本质主义者。想象一下旋转机枪和狙击手之间的区别，前者向所有方向发射数千发子弹而不瞄准，后者一动不动地待上几个小时，等待那唯一精准射击的完美时刻。现代社会是机枪，很多噪音，很多烟雾，很多浪费和很少的实际影响。斯多葛主义者是狙击手，安静不动，经过计算，并在决定行动时具有致命的有效性。有目的的行动要求你停止向4面8方射击，并开始以手术般的精准选择你的目标，消除一切不直接有助于你主要任务的东西。马可·奥勒留即使统治着世界，面对每一项任务也不断问自己，这是必要的吗？他知道生命的短暂不允许多余的奢侈。将这个问题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中是毁灭性和具有启示性的。你会发现你所做的 80% 没有议程的会议，推特上的争论，对名人生活的关注，是存在主义的垃圾，应该被无情的削减。通过消除噪音，你释放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资源，投入到真正推动你生活指针的事情上。这一法则的实践将你从一个反应性忙碌者转变为一个有益的创造者。与其醒来检查世界想要你做什么，电子邮件、消息，你决定你要交付给世界什么。你的每一个行动背后都有一个清晰的意图。你不仅仅是在打发时间，
你正在一砖一瓦地建立遗产。你在一天结束时感到的疲惫，不再是徒劳的消耗性疲惫，而是完成有意义工作的令人满意的疲劳。此外，有目的的行动恢复了你的尊严，因为你不再是他人议程的奴隶。人们开始尊重你的时间，因为他们看到你尊重他。你的不获得了分量，你的是变得有价值。你停止生活在一种制造的紧迫状态中，进入一种深思熟虑的执行节奏，匆忙被恒心取代，焦虑被能力取代。通过内化斯多葛式的生产力，不是关于时间管理，而是关于生活管理来结束这一点。这不仅仅是做更多的事情，而是做正确的事情，并无情地消除其余的。成为你自己存在的狙击手，瞄准少，但瞄准准。一个充满目的的单一行动胜过一生的盲目运动。通过内化斯多葛式的生产力，不是关于时间管理，而是关于生活管理来结束这一点。这不仅仅是做更多的事情，而是做正确的事情，并无情地消除其余的。成为你自己存在的狙击手，瞄准少，但瞄准准。一个充满目的的单一行动胜过一生的盲目运动。第6条法则是斯多葛山脉的顶峰，是最具挑战性和变革性的概念。命运之爱 Amor Fati， 即对命运的热爱。这不仅仅是接受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忍受或坚持住，它是热情地拥抱生活带给你的一切，包括尤其是痛苦、错误和损失。前提是激进的，发生的一切都是必要的，而一切必要的都是好的。这是完全拒绝希望现实与其本来面目不同，将你的意志与宇宙的流动完美对齐。实践命运之爱的内部冲突是巨大的，因为它违背了我们要避免痛苦和寻求快乐的所有生物本能。当航班被取消，当项目失败或当疾病来临时，自然的反应是抵抗、愤怒和哀叹，这不应该发生。爱灾难对于未经训练的头脑来说，似乎是受虐狂或疯狂。自我想要编辑生活，减掉悲伤的场景，只留下胜利，却没有意识到正是在艰难的场景中，英雄被锻造出来。第6条法则是斯多葛山脉的顶峰，是最具挑战性和变革性的概念。命运之爱 Amor Fati， 即对命运的热爱。这不仅仅是接受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忍受或坚持住，它是热情地拥抱生活带给你的一切，包括尤其是痛苦、错误和损失。前提是激进的，发生的一切都是必要的，而一切必要的都是好的。这是完全拒绝希望现实与其本来面目不同，将你的意志与宇宙的流动完美对齐。实践命运之爱的内部冲突是巨大的，因为它违背了我们要避免痛苦和寻求快乐的所有生物本能。当航班被取消，当项目失败或当疾病来临时，自然的反应是抵抗、愤怒和哀叹，这不应该发生。爱灾难对于未经训练的头脑来说，似乎是受虐狂或疯狂。自我想要编辑生活，减掉悲伤的场景，只留下胜利，却没有意识到正是在艰难的场景中，英雄被锻造出来。这种姿态在你周围创造了一种具有感染力的能量，人们被那些不抱怨、带着挑战和接受的微笑面对混乱的人所吸引。命运之爱是感激的最高表达，是对生活的整体说是没有过滤器，没有边际。这是理解你生活的剧本是由一个更大的智慧编写的。你的角色是在交给你的任何场景中表现出色，无论它是悲剧还是喜剧。最后要理解，命运之爱是永久和平的最终钥匙。不要期望事情按照你的意愿发生，希望他们按发生的那样发生，你就会快乐。将每一次绊倒变成一个舞步，爱你的故事，而不是你认为你应该拥有的故事。命运不是狱卒，是舞伴。停止踩他的脚，让自己被引导，你会看到即使在风暴中也有美。第7条也是最后一条法则是记住你终有一死 Memento Mori， 记住你会死。在斯多葛主义中，死亡意识远非一种病态或抑郁的思想，而是产生生命力和生活紧迫感的最有力工具。大多数人像永生者一样生活，推迟梦想，怀恨在心，在琐事上浪费时间，傲慢地相信总会有明天。
死亡是唯一不可谈判的期限，无视它是后悔的保证配方。这里的冲突是我们围绕终结的文化禁忌，我们避免谈论死亡、净化这一概念，并把它藏在医院里，假装它不存在。这种否认让我们处于一种精神昏睡的状态。没有可见的时间限制，我们就不重视时间。需要勇气看着你生活的沙漏，承认沙粒就在这一刻正在落下，永远不会回到上面。想象你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但你知道随时没有任何预先通知，灯光会熄灭，你会被带离大厅。你会怎么吃你的饭？你会不咀嚼就吞下去，分心看手机吗？还是你会品尝每一口，欣赏陪伴和音乐，沉浸在当下的快乐中？死亡是那个迟早会来收盘子的服务员。记住，你终有一死是给存在增添风味的调料，是稀缺产生了价值。没有死亡，生活将是一个没有尽头和没有意义的叙述。通过把死亡作为常伴肩头的顾问，你的优先级瞬间重新调整。小气的争吵失去了重要性，行动的羞耻消失了，对他人的评判的恐惧蒸发了。在坟墓面前，你的邻居觉得你的车或者你在演讲中结巴了，有什么重要呢？死亡是摧毁自我并揭示本质的伟大平衡器。他每天都在问你，如果这是最后一天，你会做你正准备做的事情吗？这一法则将拖延转化为立即行动。你停止说有一天我会去旅行，有一天我会原谅，有一天我会开始，有一天是永不的代码。斯多葛主义者活在今天，因为他知道那是他拥有的一切。你更用力地拥抱你的孩子，更充满激情的工作，更带着敬畏看天空，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借来的，不是拥有的。记住，你终有一死，也让你从对生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害怕死亡的人实际上是害怕未曾生活过的生活。当你接受你的有限性时，你变得大胆，冒更多的险，爱得更多，投入的更多。你明白生活不是为了保存在福尔马林瓶子里，而是为了值得的事情被完全使用、花费和消耗。因此，关闭你内心堡垒的最后一刻是与终结和解。使用死亡不是为了吓唬你自己，而是为了唤醒你自己，让你的死亡意识切断噪音、懒惰和犹豫。就在这一秒过去的时候，你正在死去。问题不是你有多少时间，而是你在用你剩下的时间做什么。在灯光熄灭之前，离开生活的候车室，进入竞技场。你现在手中拥有区分君主与奴隶、建筑师与受害者的7把钥匙。内心的堡垒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靠模糊的意图，而是一砖一瓦，通过在现实世界的摩擦中无情地应用这些法则。你在这里获得的知识，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是危险的，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没有经验实质的能力错觉。斯多葛哲学不是为了在橱窗里被欣赏，而是为了作为武器在你日常生活的战场上使用。今天的你和你可能成为的那个不可动摇的堡垒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你愿意在没人看的时候纪律严明的行动，将每一个小小的混乱转化为秩序的机会。我们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大多数人消费完内容就转向下一个娱乐视频，让智慧蒸发。但我知道你不是为了继续做以前那个反应性的人才看到这份宣言的最后的。未来的你正在观察你现在的行动。为了巩固我们所学的，并证明你属于完成开始之事的少数人，我要你在下方留下一条评论，不仅仅是为了互动，而是作为你决定的历史记录。写下，我是我自己生活的艺术家。如果你真的吸收了关于时间紧迫性的最后一刻，加上我坚持到了最后。通过这样做，你正在数字石头上刻下你的承诺，并向其他人发出信号。这个社区是力量和坚持的堡垒。这个视频只是地图，路是你自己走的。如果这条信息与你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产生了共鸣，如果你感到了对更大自主权和宁静生活的召唤，不要只为自己保留它。与你知道正在与混乱做斗争的人，与像你一样需要这本生存手册的人分享这个视频。通过传播这种哲学，你帮助建立一个拥有更多堡垒和更少废墟的世界。订阅，打开通知，以免错过你训练的后续阶段。并记住，命运引导顺从者，拖拽抗拒者，选择一如既往，完全属于你。